有粉丝说想要看广东首富的家，我找遍了广东所有的豪宅，我觉得广东没有任何一处宅子能够比我身后的这栋宅子更牛的。它是当年岭南首富陈池红花了900万大洋建造的，相当于现在200个亿。据说这里面啊，亭台楼阁错综复杂，还有通廊天桥相互连绵，里面的房间有500多个，一天住一间，1年你都住不完。今天阿波就带你一起走进岭南第一豪宅，走。我们现在呢已经进来了，看看他们家这个小院子就跟足球场一样。他们家究竟有多富？据说他们家以前呢有个人专门早上起来就把所有房间的窗户全部打开通风，开完窗户之后呢，刚好可以吃中午饭。吃完午饭以后呢，又赶紧把所有的窗户全部关起来，关好，刚好呢太阳下山。这还不算什么。带你来看一看他们家的大门，这边呢就是他们家的大门了，上面写了3个字，叫善居室。这扇门我敢保证，你们很多人可能都没有见过这样的门，带你们走近一点来看一看。这个呢就是他们家的大门了，看到没有？这个大门呀，它只有户对，两边呢却没有门当。这个门呢叫做赶龙门，这可是100多年前的民用防盗门。怎么防盗的？你看呢，在这个花岗岩上呀，打出了很多的石孔。在它的对面有很多的门栓，从上往下有10几个。你只要把这个门栓呀往外面一拉，插入到这个石孔当中，门就关上了。关上这扇门之后，里面呢还有一道门。把这道门关上之后，你往上面看，还有3个石孔，然后在3个石孔当中插入3根柱子作为门栓。所以哪怕你力气再大，从外面你也打不开这扇门。在大门的对面，看到没有？这里呢就是照壁了。普通人家里的照壁呢就是一堵墙，他们家的照壁呢是一整栋连排的房子，也是他们家以前的厨房。在照壁的左右两边用花砖各雕刻了一个福字跟禄字，在照壁的屋檐下面呢还刻了很多的寿，形成了福禄寿。大家呢可以打出福禄寿3个字送给自己的父母，祝愿他们都能够福禄长寿。现在就带你走进他们主人居住的地方，去看一看里面到底长什么样。走，来到广东首富的家有3个看点：一呢是花砖，2是雕刻，3是建筑。你们看看这扇门上面贴了很多进口的花砖，这个呢是非常名贵的，是100多年前从西班牙、意大利进口到中国的。你们看这个门封，它的风格呀是西式的西洋式的建筑。里面呢加了很多中国元素的寿桃，在那个位置，这叫中西合璧。房子的主人警示我们，既要学习西方的先进的科学，也不要忘记中国传统的优秀的文化，做到中西合璧，共同进步。大家再看看这里，这地上铺的这些花砖呢，可不是普通的砖，走在上面的时候会有一种足下生花的感觉，而且这些砖呢都是人工烧制，这每一块砖的背面可能都刻有公司的名字。最难得的是在一块砖上能够烧出这样不同的颜色，大概有5、6种，而且还加上冰裂纹，简直太难了。所以这种砖在100多年前是非常昂贵的，全部是依赖进口，从西班牙、意大利运过来。100多年前家里面能够铺这样的砖，肯定是有钱人，因为它是彰显华侨身份的象征之一。但是这还不算什么。整个广东首富家里面一共铺了108种这样的花砖，不带重样的，这就更了不得了。很多人家里面可能铺个2、3种就已经了不起了，他们家108种。再看看这上面的雕刻，下面这个呢是透雕，雕的是喜鹊登梅，上面那一幅呢是浮雕，雕刻的是老鼠跟葡萄。那么为什么要雕老鼠跟葡萄呢？老鼠呢代表子时，葡萄代表酸酸甜甜，酸谐音就是孙，代表子孙满堂的意思。再看看中堂的这一副匾额传业堂，它的周围金光闪闪，这些呀都是鎏金的，包括上面的这一幅喜鹊梅花立枝头的这个画面，真的是金光闪闪。能够在木头上贴金的，一定是有钱人，你们觉得呢？据说当年他们家呀在建造这栋房子的时候，从东南亚买回来3万多根柚木，全部呢打入地下，作为建造房子的地基。木头啊，它有漂浮的作用，不但可以防止地基下陷，即使发生洪水，
房屋呢也不容易被水冲垮。广东首富的家呢，房屋一共有506间，采用的是潮汕地区建房子最高等级4马拖车的规制，从空中俯瞰4条巷子就相当于是4匹骏马。那我现在所走的这条巷子呢是火巷，也是相当于100多年前他们家的一条消防通道、紧急避难通道。一旦发生重大的危险，比如说火灾或者是其他的事情，大家会顺着这条巷子直接往前走，左转就出门了。所以它是一条逃生通道。而且呢，他们家的房屋之间呀，都会有像这样的天桥连接，在国内古居民当中啊，也是不多见的，有点像云南腾冲一带的走马楼，房子的一圈是可以相互连通的。听当地的老人家说，他们家这些房子大多数都是不住人的，而且是用来放一些钱跟一些比较重要的物品。这哪里是民居，简直就是一个大型的保险库。现在呢，带你们到楼上去看一看，楼上长什么样。走，再来看一眼他们地上的这个地砖，真的是太漂亮了。你看，不同的颜色拼接在一块儿，而且上面还有很多的凹槽，走起来呢还有防滑的作用。在100多年前，妥妥的大户人家。这里呢就是他们家的楼梯了，楼梯相对来说呢比较窄，而且在楼梯上他们也不放过，还雕刻了很多的线雕。线雕呢也有防滑的作用，而且上楼的时候呢还比较有利于美观。我们现在到楼上呢去看一看。我们现在已经上到2楼了，一上来呢就看到这边呀有一个天井，你们知道它是干嘛的吗？这个天井呢据说是从下面往上面吊东西啊比较方便，起到一个运输的作用。还有一个作用呢，就是万一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情，那么2楼的人呢会通过这个天井啊迅速的逃生，沿着那个4马拖车的火巷就直接可以逃生了。所以说有钱人时时刻刻考虑的就2个字：安全第一。我脚下踩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刚刚在下面看到的走廊了，它是连接2栋房子之间的一座桥梁。你看这里啊，也贴了很多的花砖，就连这么窄的走廊，他们都装饰的这么的精美。我们现在走过去呢，带你到里头来看一看，就到达了另外一栋房子。这栋房子里面有一样东西，我一定要带你们来瞧一瞧。先来看一看这里的地砖，这个地砖你看，有些地方颜色深，有些地方颜色浅。这个地砖在100多年前有个特点，你越踩它越亮，所以在我们中国50年代的时候才能够烧制出来。50年代之前，全部都要依赖于进口。但你们看的宝贝呢，就是我身后的这张床了。这个床呢，有些人说看起来呢有点奇怪，它呀可是整个陈慈洪故居里面唯一的一样宅子里面流传下来的古董。这个是干什么的？它可不是我们普通成年人睡的床，它是陈慈洪老爷子小时候睡的婴儿床。婴儿床都这么大，2个阿伯躺在上面，我估计啊这个地方都绰绰有余。所以有钱人就是有钱人。就连广东首富家的屋顶跟其他人都不一样。你来看那个位置呢是瓦当，在瓦当的上面有很多美丽的图案，那个图案是用手工一笔一画给描上去的。而且呢，你往上头看，在屋顶的上面有很多绿色的东西，那个呢是孔雀，那个孔雀也是用手工绘上去的，包括下面的那个雕塑也是用手工啊把它堆砌上去的。所以整个陈家大院，整个广东首富的豪宅就是一个雕塑博物馆，真的是太精美了。那么陈慈洪的家里面这么有钱，钱到底是怎么赚来的呢？他们家最早呢是在东南亚做船运业务，到了陈慈洪时代开始经营大米，后来又开始经营捏米，再到最后的时候又开始涉及到金融跟很多的桥批业务，是当时泰国的大家族之一。他们家族呢早已在泰国建有城市家祠和豪宅别墅，那为什么他们还要拿这么多钱回到自己的故乡来修这么一个大宅子呢？万里穿云雁，归巢恋旧知，家乡甜井水，何处不相思。这就是中国人的传统，在外面再好，也不如把家里建得更好。家才是你的根，是生你养你的地方。所以在家乡，陈慈洪热心经营社会公益事业，乐善好施，带头去兴办学校、建桥修路，并且经常能为民众排忧解难。在抗日战争期间，陈慈洪的后人积极开始捐钱抗日保家卫国，金钱越大，责任就越大。陈慈洪是一个优秀的爱国华侨。那么这栋宅子到现在，它还是不是属于陈家后人的呢？都说富不过3代，
那他们家的后人现在又过得怎么样？又去到了哪里呢？关注阿波，下期视频我们接着说。